那麼大家就怕台海出事，哦，那英國智庫啊也說哦，台海如果怕中美在台海争突这個有衝突的時候，怕核彈都會跑出來，哦，要炸毀對方的指揮部，哦，那歐盟說呢要寄緊急權利，什麼緊急？歐洲大概生產10%左右的半導體，其實不多了。台灣多少？台灣70-80%，對，美國也川普說要把它變成50%，歐洲只有10%，他多怕。所以呢，他現在什麼叫緊急權利呢？就是如果供應短缺的時候，可以強制歐洲的晶片廠改單，我要你做這個，我要你做那個，哦，不能光是以這個利益、這個獲利為主，哦，這麼厲害哦，而且呢，他們要聯合起來去跟其他國家討價還價，因為你各個被擊破嘛，這個是5塊，那個是4塊5，那聯合在一起來增加這個談判的權利。歐洲怕到這個地步，他們都在未雨綢繆哦，很害怕哦。然後呢，好，那我們這個政府啊很得意宣布說，美國這個232關稅哈，我們非半導體的部分呢降到15%的稅了，有些比較高的現在降到15%了哦。但是我一算，那個真的金額不大哈。我們哪些呢？航空器零組件102億，去年賣給美國102億美元；汽車零組件比較多，1079億哦。然後呢，這個什麼家具啦、櫥櫃等等，才18億哦。你加起來多少錢呢？18這不40幾億，大概1100億多一點點。加密呢？真的是，我們去年外銷美國，光賺美國人的順差錢就1000億美金。我問你嘛，這個加起來才1000多億美金，好吧？關稅就算你少了你10%，多少錢呢？少了你20%多少錢呢？就100億、200億美金而已嘛。你賺人家多少錢呢？哦，所以現在就要看你到底付了什麼代價。當然對相關業者是很好啦，當然是好嘛，對不对？我们也沒有反對，很好啊，對不對？但是你付了什麼代價？2500億半導體投資，再加2500億美金哦，5000億美元去投資哦，然後你還其他，你可能汽車要零關稅給它進來啊，對不對？那當然對想買汽車的是好了，但是從你整體國家來看，就是門戶開嘛。什麼美牛啊、美豬啊、什麼馬鈴薯啊，什麼管它發芽不發芽，你都接受啊，而且你還答應什麼？你不知道啊，所以呢，是不是付了更高的代價？但是保障其實是少的。還有更重要的是，半導體什麼關稅現在沒確定啊，那個才重要啊。川普每天說你偷他的半導體，偷他的晶片，所以川普說台積電如果不是用關稅嚇他怎麼會到美國來呢？所以他完全否定了台積電願意到美國去這樣的誠意，都說是我把他下來的，他是因為我威脅他才過來的哦，所以他將來半導體的關稅會怎麼樣？現在還不知道哦。那另外呢，就美國輸台會不會零關稅？現在很多不買車在等啊，說下半年最快來3讀了哈。好，我們看一下。上就是對其歐盟、日、韓所取得的最惠待遇。套句沈伯洋式流行語"對齊"來形容我方談到的稅率，美國對台非半導體部分232關稅為何？行政院副院長曾麗君親自說明。看到汽車零組件從26.71%降到15%的競爭對手中國仍然維持51.71%的。把中國大陸拿來對比，在台美簽署投資 MOU 後4個月，28號行政院終於公布非半導體的232關稅，包括215項汽車零組件，從原先的26.71%稅率變成15%，兩項特定裝有軟電子木製品，則從25%稅率變成15%。股票市場這個反應還非常直接啊，所以汽車零組件的這些大部分的業者直接開了就漲停了。那我們希望在301調查之後 ，ART 能夠確認我們取得優惠待遇之後，我們把 ART 連同 MOU 送國會。何時送進國會？曾麗君說可能還要再晚一點。不過隨着非半導體的部分出爐，業者也好奇何時才能確定半導體的232關稅。232半導體的這個時間呢，從台灣的立場，我們當然是希望不要太早出來。目前美方並尚未提出，也透過 G2G 的一個溝通機制，跟美方預先先進行協商，只能與美方保持熱線。從去年4月，川普啟動對等關稅，至今超過1年，如擠牙膏般看不見終點，好不好？所以我剛剛講半導體關稅，
才是美國的底牌，會怎麼樣？不知道。來，費維，美國232條款是總統的權利啊，他也不要有太多的理由他是想牽涉到國安問題這隨便可以用。你看，而且沒有上限，沒有上限，就幾趴隨便他講。像301條款是你真的違反了什麼東西，所以我可以這樣處理。232是總統的權利平常這個川普是運用的非常非常的徹底所以各國都怕嘛平常講，我們現在對美國大陸的很多我們大陸市場慢慢減少。現在出口到美國的市場是越來越大，大概超過1/4了這個我們確實也從美國那邊這個賺了一些錢，所以當然我們會比較擔心川普用232來把我們的關稅提高，關稅一提高，這馬上有一個相對性，像半導體這個 ICT 的產品呢，我們跟日本、韓國是高度重疊我們怕我們沒有競爭力如果說我們其他的像汽車零組件，其實台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很厲害一個東西如果說跟我們同樣競爭呢，就像這個像在越南這個泰國、印尼那邊，如果說它的關稅比較低，那當然我們就很難賣，所以我們也確實比較擔心這個東西了但我覺得台灣在半導體還有 AI 相關的產業確實在世界上是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台灣 AI 及半導體它是我們可以所謂的 total solution， 就全部生產線，我從所有的零件、所有的設計，因為我們光講 AI， 它要分很多層有 CPU， 有 GPU， 還有什麼 PCB 板，還有封裝，還有什麼很多層次全部在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可以提供這個產品，就台灣所以因此。美國的市場對台灣重不重要？當然重要所以我是覺得不管在哪一方面，我們跟美國保持友好的關係是我們一定要朝這個方向來做的事實上，我剛才講那台灣每年我們現在出口將近快8000億，8000億美金不是小數。台灣在世界上是大，我們的 GDP 大概是1兆，到今年底大概1兆。可是我們因為物價相對的便宜，物價我們講一個指數叫 PPP 是以美國的消費為水準，美國大概現在GDP 是30兆，台灣雖然只有1兆，可是我們加上用 PPP 來算2兆在世界上是大國所以說我是覺得台灣在產業上我們真的是內部大家一定要想我們的方向是什麼，台灣最怕的一個東西。就是戰爭。如果沒有戰爭，台灣平安在世界上是很不錯的國家。對了，就台灣剛剛講的汽車零組件，我尤其是在紐約和幾年以前坐計程車，那個司機也是，紐約計程司機很少美國人，都是各國的人，用那很奇怪的英文問我，你從哪裡來的？我說台灣，馬上跟我致敬。Good， 我說為什麼？他說我汽車零件都換台灣的。他說其實台灣的汽車又好，跟美國比，這價錢差很多，所以計程司機都很感謝，知道嗎？那黄仁勳第5度趙元燕，因為他找來一些什麼林百里啦，什麼005這個蔡力行還有這個台積電董事長等等都是說這些人都是很有錢的。他說 AI 帶動台灣不可能不成長台灣真的這點真了不起。真的，你20年、30年，絕對沒有想到有一天台灣居然在半導體能夠直世界牛耳。川普雖然沒罵他，因為在乎你才罵嘛，他不在乎你，他們提都不提你可是我真的也要注意一點像老沈這樣有很多高科技股票賺很多錢，當然是很好，我們為他高興。但是沒有這些股票人是蠻慘的。台灣這個所謂相對被剝奪感，尤其你不要忘了，跟这個有關的勞動人口10%。傳產的人口、就業人口80%，對，這傳產你看一個一個也開始倒了，很慘了，一片慘了，對不對？然後平均月薪4萬多，有70%人達不到這個平均月薪，所以大家不要只看到我們股票在漲有些人很高興，但是整個台灣的社會其實這種對立的情況，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休息一下再回來。
馬英九因為今天去告了哈，到法院去告了哈。那本來是希望他們不要告了哈，就是能夠這個好好談一下哈，有什麼誤會啊來解決。但是呢，反正因為外面一直講馬英九，反正這就是這樣的，你越講他就越反彈嘛。哦，你越講他失智，他就越說我沒。哦，那或是說我沒那麼嚴重。哦，然後你越講他就要越舉證，然後扯了半天，最后就是好吧，那到法院去好了，讓檢察官來解決。那他的基金會今天告萧先生、王光慈，士林地檢署說已經在注意這個案子了，哦，說這個檢方早就提高警覺，因為實際上告這個事不是只有馬英九基金會可以告，任何人都可以告。哦，因為他這個有很多是这個非告訴，是公訴罪，是公訴罪，可以舉發了，就是对，可以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舉發了啊。所以呢，檢察官早就提高警覺啊。所以呢，今天一早馬英九基金會向檢方提告，士林地檢署馬上開會討論，不也太積極了吧？人家會說你什麼？你這邊虎視眈眈等什麼啊？那最後呢，決定由這個偵辦重大經濟犯罪案件，檢察官偵辦。召開專案會議哦，其實就這個基金會也不是什麼重大經濟犯罪的啊，反正就是你這樣一看就覺得你檢察官在搞什麼哦，那而且不告訴你是什麼股別，說怕檢察官受到太大的壓力啊哦。第一個就是一般你去檢察官那邊告沒有這麼快嘛，總是要幾天整理一下哦，哇，立刻分案，而且說早就在注意你們哦，而且分到重大經濟犯罪案等等哈，聽起來有點小題大做了哦。他就这個基金會，他有什麼了不起？也不是什麼跟什麼國家安全有關哈，好吧？因為被提告背信跟侵占，萧旭晨就說悲劇，說有心人士最後傷害馬英九啊。那而且呢說如果有不法願意辭國民黨副主席啊，那另外呢這個謝龍介說乾脆蕭旭晨就請假了，不要去扯國民黨。他說你們都說馬英九忘了，誰不抓狂了哦？他如果沒有失智，覺得你罵他，他就是有一點毛病，你在每天講他。啊，誰不會抓狂啊？這是謝龍介講的了哈。蕭其成說，這個為什麼要拍照？因為台商怕賴政府查稅表不敢入賬啊，所以要捧個照片、照個相、留個底啊，存個證。那金溥聰說，被馬英九問說，你要聽我的還是聽周美青的？蕭其成說呢，馬英九也問過他一模一樣的對話，就是說他們如果跟這個馬英九說，周美青說你不要參加一些活動的。我是你老闆還是周美青是你老闆？你聽誰的啊？意思是這樣啊。好，那這個蕭其成說他跟馬英九關係不好1年了，為什麼呢？因為說賴清德曾經說要放棄台獨，馬英九說呢就要讚美他，肯定說放棄的好。那蕭其成就說呢，放棄是假的，你如果發文肯定他，你馬英九會被罵，所以呢不建議，甚至說阻擋馬英九不給他發這個文，哦，馬英九很生氣。哦，反正这是蕭其成講了哈，說跟馬英九關係已經不好1年了啊。那另外呢，王光慈的媽媽寫信給馬英九，說他女兒2次要尋短，說要檢舉馬英九對他女兒職場霸凌啊。那另外呢，勞動局說媽媽不能去申訴，本人來申訴才可以啊。我們看一下，我會勇敢面對。終究還是到了這一天，蕭旭晨說會勇敢面對，因為在這半小時前，馬英九基金會發布聲明，表示就蕭王2人涉嫌背信侵占案件，已在29日上午委由律師備妥刑事告訴狀及事證，向士林地檢署提起刑事告訴，以請求司法機關依法釐清。但為何不是選擇到法院按鈴，而是讓檢調的手得以伸進基金會裡，讓來內部很憂心。我想他們應該有他們的目的。那我不知道今天的提告是代表董事會，還是代表個人？手心手背都是肉，此時無言勝有言。同樣身為馬英九的前幕僚立委羅智強不願多說，但要選台南市長的謝龍介則呼籲蕭旭晨別讓基金會爭議跟黨務掛鈎。你是咧保護政務，還是咧保護馬英九？你講，主席我等來和基金會釐清。如果有任何不法，我願意辭去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我會向鄭麗文主席報告。那看在之後，我再對外說明。另外，就前一天，金溥聰在專訪中說自己都聽馬英九的，也讓蕭旭晨感受深刻。這個對話我在我身上發生過一模一樣的對話。我必須告訴大家，我的答案跟金老師不一樣。我承認，我這1年來跟馬總統的關係非常的不好。去年5月、6月，他發一個說，
肯定韓院長去祭孔，可是韓院長祭孔是109年，所以他要發臉書，我不讓他發，他非常生氣。還有2025年的8月，都有這個他要發一個臉書，叫做賴清德總統，我肯定他放棄台獨立場。我為了這件事情跟馬總統真是大吵一架。我說賴總統沒有放棄台獨立場啊，他說他看 YouTube。自認作為幕僚不該讓馬英九狂踩油門，但此刻又有誰來幫他？宏庭，基層怎樣？現在是很焦慮是吧？你是遇到的？我覺得大部分的基層跟我一樣，應該是難過啊。說老實話，我們剛剛一路談下來，我覺得台灣跟中華民國，我們現在有多少需要認真面對的事情？但看到了新聞，其實看到的是曾經把台灣帶領的還不錯的這樣的一個總統，然後遇到了這樣的一個情況。我前幾天其實自己還很生氣啊，我看到一大堆這個脆上的這個發言，還轉貼大陸網友，然後講說馬英九是馬娘娘，然後怎麼樣講一大堆有的沒的，就說我覺得這個事情還是回歸到本質。其實今天往司法走，對我來講，我個人是覺得說，就如果能這樣解決問題，我們就這樣解決問題吧。本來這件事情有沒有涉及所謂的法律爭議的這些部分，本來該怎麼做就怎麼做。那另外一邊有沒有這個其他的，不管是什麼職場對待啦、政治上面的糾葛啦、奇奇怪怪的這些東西，那是兩碼子事嘛。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嘛。那我很難，我們很難，以我自己來看，我們很難過的就是我們在這個黨裡面也一陣子了，就是這些人都是認識的人啊，你們就沒有手機，就沒有簡訊，就沒有賴，就沒有私底下溝通的方式嘛，非得要拼命的在節目這邊你這邊一言，我這邊一語，然後堵麥的都是記者，然後這邊打那邊打，這邊打這邊算，就是明明可以好好處理的，結果鬧到最後是社群軟體開始 po 一大堆文章，然後在那邊笑，搞得連對岸都在笑我們，那不是很丟臉的一件事情嗎？所以今天進入司法了，我覺得你從司法的態度，你也可以看到。坦白講，沒有分股我都覺得很妙。沒有分股表示暫時還不確定它應該要列在哪一股，是重大經濟犯罪也好，還是公益侵占也好，還是哪一個部分也好？是分了不告訴你。對，也有可能是這樣，但是通常比較明確的就直接分出來了。那所以很多跑司法線的記者一看什麼股，大概就知道這個什麼案子。那不分也好，不分表示就是說這件事情還在一個暫時判斷，表示收的人其實他也覺得說。我到底要查什麼？就是他自己也還在 check 當中了。那所有的東西司法就交給司法解決，那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我還是認為一件事情，就是現在外界有越來越多的政治鬥爭跟所有情緒上的這些言論，全部把這件事情搞亂七八糟，像滾水球一樣，越滾越大，越滾越大，越滾越大。可是我們剛才在討論的有哪一件事情比這個小的？其實你光看德國去做這法令的這個修正，其實它是有它自己的原因在的。它是因為中國大陸過去也有很多公司，它其實是因為安氏半導體投資中國大陸有一個公司擁有它的股份蠻多的，所以過去德國在半導體的產業鏈裡面，它在德北跟德東都有。所以我說這個東西跟所謂的我們接下來遇到的半導體，你看川普所講的話，川普的半導體如果關稅拉起來，我的半導體最終還是有機會要走的。那這些事情都比這個事情重要的多，所以我還是強調，我今天很開心看到，就是說終於司法解決了。那既然司法解決了，我希望大家秉持一個原則，我也希望社會大家都秉持一個原則，就是偵查不公開，相關人等針對這件事情不要再說話了。好，那麼現在宏庭可能並不是沒有指哪一個股，只是並未對外指出股別。對了，就是內部有分，但他沒有宣布，他可能沒有宣布了哈。來，這個建豪，我是覺得說，這從頭到尾的立場，就是現在進入司法體系、進入司法這件事候，確實是一個，我個人覺得很奇怪的發展。從我個人角度來講，當時候在前段時間看到周美君女士他們發出那個聲明之後，我就認為說，其實如果他家人有這樣的意見跟狀況，那相關人等，就講真的，我10幾年前在青年團的時候，那時候馬總統是主席，金溥聰是秘書長，蕭悌成是辦公室主任。所以我們跟他們共事過，他們都曾經帶領過經歷過年代，所以我覺得說，那你們這些人理論上，你們跟周美君女士應該有手機，應該有聯絡方式，應該在做這些放話決定跟攻防之前，我認為我個人還是應該先去聽聽看他枕邊人的意見跟的想法，因為他畢竟還是法定夫妻，還是有很多他相關的權益，尤其是
它涉及到總統現在的這個身心狀況，到底是不是我們所理解的那樣子？是醫學上判定了沒？司法上判定了沒？如果都還沒有，那到底誰能夠代表馬總統出來說話？我覺得這個是在過程當中應該先去釐清的。那这件可能一直都講不清楚了，所以現在變成進入司法階段，我覺得是真的不行就只能司法。對，很可惜啦。就是這樣。對，那黃太，最後跟你講，最後沒有最後。跟他講啊，因為相關的人呢，我都說這個我在國民黨裡面只有一個長官，就是馬英九。我當立委，我覺得我沒有長官，我的長官就是選民。因為馬英九當主席的時候我當過，他任命我當政治會執行長嘛。那每天10幾20個電話，甚至超過這個這樣數字，我們也有很密切的往來哈。我倒是覺得啦，從國民黨人來看，大家覺得很緊張；從非國民党人覺得這個像一個肥皂劇，沒有什麼味道哎。你一個基金會有那麼了不起啊？基金會只要大家不捐款，那個基金會立刻就關門了嘛，對不對？他又能替國家做什麼事？替國民黨做什麼事情？那個基金会也沒有那麼了不起。但是身在其中的人，有人就覺得這很了不起。我觉得很了不起的，讓我點名直接講2位，有2位覺得很了不起，一個馬英九覺得很了不起，一個金溥中覺得很了不起，其他人覺得那是什麼？那是隔壁鄰家的事，關我個屁事啊！我是覺得了哈，從這個事件我們才發現搞了半天，馬前總統跟我們尊敬的周美青啊前總統夫人不住在一起，跟這種事情也可以出來。多麼無聊的一個連續劇，一個肥皂劇，一個大家什麼叫肥皂？嚼之無味啊！我是覺得從國民黨中央黨部角度來看，沒有那麼嚴肅。國民黨中央黨部會覺得嚴肅，只有牽涉到一個人，叫蕭旭岑嘛。如果把蕭旭岑撇開，這對國民黨有什麼影響？他是前總統，所以我是覺得哈，我真的奉勸相關的人。不要覺得這個事情一直要玩下去，你玩出的結果就算司法處理被判刑的只有那幾個人，關其他人有什麼事哈？我倒是奉勸國民黨，不管是地方的人士，這個立法委員、議員或者縣市首長，不要對這事不要表示太多意見，因為這是個小事。休息一下再回來。我跟你講。